随着辆车越来越近，叶晨出于好奇，下意识往对向车队看了一眼。他看得出金陵大学的贵客应该就在那辆劳斯莱斯里，所以重点也是多看了看这辆车。不过他倒没有什么窥私欲，只是大概的扫了一眼。由于车内贴了隐私膜的缘故，他依稀看得出车里坐了4个人。而这时候坐在副驾驶一直在左右观察的林婉儿视线刚好转向右侧。叶晨隔着劳斯莱斯的前档，只是看到对向这辆车里，司机是一个年纪稍大的中年人，副驾是一个小姑娘，后排是一对老年夫妇，其他的并没察觉到什么异常。当2辆车擦肩而过时，叶晨与林婉儿最短的距离不过寥寥数米，就连副驾驶坐着的克劳迪亚都看到了林婉儿的侧脸。这一刻，他只觉得那个女孩的侧脸长得好漂亮，是一种绝伦的古典之美，只是看她的侧脸便能感觉到一种超凡出尘的气质。只是叶晨刚才远远地看了一眼，此时也没了再多看的打算。而克劳迪亚此时也忍不住下意识地惊叹一声：哇，那个女孩好漂亮。叶晨听到她的话，下意识就想一看究竟。这个时候，如果叶晨再多看劳斯莱斯的驾驶室一眼，便能一眼认出近在咫尺的林婉儿的侧脸。可偏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叶晨忽然感觉自己裤子右侧的口袋里有什么东西忽然剧烈地跳了一下，紧接着那东西便如有了生命一般，以很高的频率在口袋里反复跳动。这诡异的现象让叶晨一下子没回过神来，他下意识低头看向裤兜的时候，便已经与那辆劳斯莱斯擦肩而过。整个过程不过1-2秒钟的时间。叶晨伸手在裤兜里摸了一下，紧接着便摸到了当初在北欧时林婉儿给自己的那枚戒指。此时那戒指还在叶晨手中微微震动，只是震动的幅度越来越小，直到最后完全停止。叶晨一脚刹车将车停稳，再次端详起那枚戒指，心中暗忖：这鬼东西在我身上这么久了，我向他输入了那么多灵气，他几乎都没有什么反应，为什么现在忽然动起来了？一旁的克劳迪亚见叶晨停了车，又掏出一枚戒指，皱眉端详，便忍不住问叶晨哥哥：你怎么了？叶晨眉头紧锁，却随口说道：我不知道谁在我口袋里放了一枚戒指。克劳迪亚忙道：可能是初然姐姐放的吧。叶晨故意点点头，也有可能，等我回去问问他。说这话的时候，叶晨心里又想，奇怪，这戒指怎么动了几下就又没动静了，要不要再输入一些灵气试探一下？一念至此，叶晨想到什么，脸色忽然一变，心中暗道：尼玛，这玩意儿该不会又要骗我的灵气吧？知道我心有不甘，所以小小的动一动，来勾起我的好奇心，再进一步骗我的灵气。想到这，他连忙将那戒指重新揣回兜里，回想几次灵气被抽空的无力感，他暗暗发誓：放心，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其实叶晨并不知道，这戒指之所以忽然仿佛苏醒一般，实际是因为他感应到了林婉儿的存在。这戒指本就不是凡品，而且又一直是林婉儿的贴身之物，与林婉儿之间早已有了某种感应。但林婉儿没有灵气，所以这种感应是单向的，也就是只有戒指能感应到林婉儿，但林婉儿却感应不到戒指的存在。原本叶晨有很大的概率能看到林婉儿，但正因为这戒指忽然的震动，使得叶晨没看到林婉儿，林婉儿也没看到叶晨。但直觉很准的林婉儿在左侧宝马车一闪而过的瞬间，不知心里被什么牵动一下，立刻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不过也只是看到了已经走远的轿车，并未发现什么异常。他以为是自己的神情有些过于敏感，于是百年也没放在心上。宝马车内的叶晨此时已经重新收起那枚戒指，对克劳迪亚说道：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咱们就先去市里转转，买件礼物再回去。克劳迪亚连忙点头：我没事儿，听叶晨哥哥的。于是
两人便驱车去了市中心的购物广场。而这边，邱英山的车队也在教务楼外的广场上缓缓停下。金陵大学已经退休的老校长，连带着现在的校领导们，已经在此列队等候。前后几辆 SUV 的车里下来多名保镖，其中2人一左一右来到劳斯莱斯后排，将两侧车门打开。邱英山便与夫人一左一右缓缓走下了车。由于年岁大了，保镖立刻给2人递上了手杖，而金陵大学的老校长薛在洲第一个激动不已地迎上前来，热情地说道：“邱老先生，欢迎您再次来到金陵大学。”邱英山笑呵呵地说道：“老薛啊，说了低调一点，怎么还搞这么大的阵仗？”薛在洲忙道：“邱老先生，您这么多年没回来看看了，这次忽然说要过来，我肯定是要亲自迎接的。再说，您为金陵大学做了这么多贡献，现在的校领导班子对你也是敬佩有加，所以也都自发的过来迎接您了。我就是想拦也拦不住啊。”邱英山对薛在洲还是很了解的，这个人行事风格面面俱到，堪称滴水不漏，说话也说得很有水平，搞出这么大的阵仗，还说是大家自发来迎接，既撇开了自己的责任，又狠狠地捧了邱英山一把。于是邱英山也不再纠结这个问题，只是笑着说道：“这么多年没来了，刚才进校门到现在，确实感觉变化很大，不愧是国内的双一流大学，确实能让人感觉到与众不同的气场。”薛在洲点点头，笑着说道：“金陵大学能成为双一流大学，离不开国家的扶持与帮助，也离不开邱老先生您的慷慨捐助。在那个最缺钱的年代，是您让金陵大学有了足够的弹药脱颖而出啊。”邱英山认真道：“你刚才说的2点我都承认，但我觉得金陵大学能有如此发展，更离不开你和诸位的辛苦耕耘。”说着，邱英山又道：“至于我，不过就是个满身铜锈味的商人，除了能捐点钱之外，其他的也就帮不上什么忙了。10年树木，100年树人，金陵大学的发展还是诸位的功劳最大。”薛在洲笑着说道：“邱老先生您真是越来越谦虚了，我看啊，咱们也别在这儿互相吹捧了，不如我带您到处走走看看，顺便也给您介绍一下现如今的金陵大学与之前相比都有了哪些进步与提升。”说着，他又道：“我们稍后还安排了一个汇报会，让现在的管理团队来跟您汇报一下目前的工作情况。”邱英山微微一笑，道：“好，那就先到处看看吧。”随后，邱英山夫妇2人在诸位校领导的陪同下，乘坐观光游览的电瓶车，在金陵大学的校园里走马观花了游览了一番。而与此同时，林婉儿趁着周围没有校方的工作人员，便推门从劳斯莱斯里走了出来。司机也赶紧推门下来，默不作声地跟在林婉儿身边。林婉儿回头看了看他，淡淡道：“我想一个人走一走，你不用管我了。”司机忙道：“小姐，老爷让我一定保护好您，您最好还是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走了。”“没事儿。”林婉儿微笑道：“我只随便看看，不会走远。”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